婆婆一家对我进行服从性测试。老公的大伯母一脸嫌弃地说道：结婚2年了，就生了个赔钱货，还不趁年轻抓紧生个儿子，给老陈家传宗接代。我笑意盈盈地看向她的外孙女：你外婆说你是个赔钱货。老公的三婶嫌弃我送的礼品不实用，我默默地把顶级大红袍收了回来。婆婆明知我对海鲜过敏，却逼着我进厨房处理海鲜，还美其名曰：我知道你从小没妈教怎么做饭，我来教。见状，我直接把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全部摔了。去你妈的，都别过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大年30，我和老公刚准备回我爸家过年，就接到婆婆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的视频电话。我有些不解，当年结婚时明明说好1年去婆家，1年回娘家的。周林年见我面色不愉，连忙和婆婆解释，谁知婆婆一脸不屑地说道：小陈，不是我说你，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过年必须把我孙女带回来，否则外人指不定怎么笑话我们家呢。我默默的心底翻了个白眼，她说这话不害臊吗？在怀孕的时候，她装足了一副好婆婆的模样，但是我生下女儿后，她就暴露出真实面目，直骂我是下不出蛋的母鸡，撂挑子走人。从此她就没有多看我女儿一眼。现在需要在亲戚面前装家和万事兴，就想起我女儿了。不好意思，门都没有。婆婆还在喋喋不休，我直接挂断电话。周林年见状，连忙安慰我：我妈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过年的肯定想儿子孙女承欢膝下嘛。见状，我反问道：难道我爸不想吗？周林年明显哽咽了一番，随后嬉皮笑脸地说道：这不是你孙阿姨在家吗？他们老2口也需要私人空间不是？听他这么说，我倒是思考起来，我妈是女强人，满世界飞。在我几岁的时候，她就和我爸和平离婚，我爸前不久才2婚，2人正是感情好的时候。周林年趁机许诺明年一定陪我回我爸家，又拿出手机下单了我看中很久的包，我这才勉强答应下来。毕竟我记得他们一家亲戚都嘴碎，正好我憋了一肚子的气没处发。刚进周林年家，7大姑8大姨纷纷好整以暇地看着我。周林年的大嫂率先开嗓，果然是新媳妇面子大哈，就连来过年都要3番2次的请哈。我露出了然的笑容，这不就是场批判我的鸿门宴吗？不过在座的没一个能打的。我将包随手放在凳子上，懒懒地掀起眼皮看向他：大嫂，我的面子再大也没有你的脸大啊！我可没忘记去年过年的时候，他指使他儿子偷走我们替女儿收的压岁钱的事。他立马噤了声。周林年的大伯母紧接着跟上，阴阳怪气道：我们那时候新媳妇敢摆谱，可是要被婆婆打的，也就是你生在现在了。我看向婆婆，她眉眼得意，挑衅地看向我。我淡定地嗑了嗑瓜子：大伯母，你这话错了，是你和我婆婆赶上好时候了，他们以为我是怂了，刚想拿桥就被我打断，是既被婆婆打又被儿媳妇骂的好时候。紧接着我又提到隔壁邻居王姨家的儿媳妇被王姨处处针对，最终爆发砸了整个家。从此王姨不敢再拿桥的英勇事迹，几个亲戚面面相觑。没想到我也学会指桑骂槐了。老公的大伯母2个眼睛滴溜溜地转，很快就皱起眉头数落我道：结婚2年了，就生了个赔钱货，还不趁年轻抓紧生个儿子，给老陈家传宗接代。周林年出声呵斥，
毕竟女儿现在正是听得懂话的年纪。大伯母不服气般的在一旁小声嘟囔，我倒是不恼，毕竟对付这种人，着急上火只会让自己乳腺增生。思此，我笑意盈盈地朝他的外孙女挥手。小姑娘屁颠屁颠爬过来，我发出恶魔般的低语：你外婆说你是赔钱货。我确实很恶毒，但是也是无差别攻击所有人了。小姑娘听完，立马变了脸色，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大伯母黑着脸将她抱在怀中，好一阵哄，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老公的三婶在一旁早就两眼冒光了。我抿了口茶，三婶直接上手翻我带来的礼品。周林年想要制止，被我一个眼神给挡回去了。我倒是要看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三婶一边翻一边咂舌，要我说，你们小年轻还是太不知道节省了，买茶叶这些东西就是中看不中用。婆婆嫌弃地看了我一眼，不满地说道，还不是花我儿子的钱。我看了一眼礼盒装的顶级大红袍，这可是我特地给我爸准备的，如果不是他们逼着我来，此刻已经送到我爸手里了。还真是一群不识货的。我默默地将大红袍收了回来，本来也不是给你们的。他们听完的脸色和便秘了一样难受，刚想对我就被女儿的哭闹声给打断了。我看过去，发现大嫂的儿子正在拍皮球似的拍我女儿的头。我瞪了一眼周林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女儿放在爬行垫上。我的内心涌起一股无名火，快步冲上前去把女儿抱起，指着周林年的侄子说道，给妹妹道歉。大嫂一把护住他儿子，嗔怪道，小孩子之间打闹那么认真做什么？我儿子又不是故意的，更何况我儿子是周家的长孙，打一下又怎么了？我捋了捋头发，简直要气笑了。去年的事情我都没追究，今年他还敢在我的雷点上蹦迪，他怎么生了个儿子就染上蛙染色体了？周家不愧是爱丁堡，婆婆和其他亲戚也在一旁帮腔，无非就是小孩之间的打闹，让我不要太计较。周林年心疼地哄着女儿，我不打算惯着他们了，把头发扎成一个丸子头，随后上去就拽着大嫂的头发转圈，使出了平时吃奶的力气，瞬间客厅里乱成一团。大嫂的尖叫声和亲戚们的劝架声此起彼伏。周林年一边抱着女儿，一边护着我不让他们靠近。当年结婚的时候，大嫂就因为周家给我的彩礼比她的多，对我多番阴阳怪气。那是因为我妈承诺了嫁妆根据彩礼翻倍，等我女儿出生之后，她自认为生了儿子便能当家做主，处处和我不对付，经常放任她儿子欺负我女儿。去年过年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女儿刚出生，周林年的侄子说要抱我女儿，结果当天晚上我发现她身上有着深浅不一的掐痕，偏偏婆婆还护着大嫂，说是小孩子下手没轻重。为此我差点和周林年闹离婚，最后还是他大哥赔礼道歉才算完。这次他又想作妖，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我将2年的怒火和不满全部爆发，大嫂的头发都被我扯下几缕，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偏偏我一点伤都没受，最终还是婆婆将我们俩分开。大嫂得到解救，扑上来想挠我，周林年挡在我身前，我抱着女儿好一阵哄，她才停止哭泣。我的眼眸不带一丝温度，对付这种人能动手就不用讲道理。如果你儿子敢再对我女儿动手，那就别怪我让你子债母偿了。婆婆很是不满地指责我为什么要在大年30动手打人，闹得家宅不宁。我露出挑衅的笑容，
甜甜地说道：“这不过是我们妯娌之间的打闹，你们怎么这么计较呀？大嫂对不住啊，我年纪小，比较冲动，你多包容。”此话一出，大嫂直接大口大口喘气，一个劲地骂我没教养。我反唇珠击道：“我的教养是对人的。”这下好了，他差点背过气去。最终还是周林年的大哥从单位赶回来，问清楚前后，压着他儿子和我女儿道歉，这场闹剧才算结束。这么一闹，七大姑八大姨面面相觑，原本想拿捏我的心思都歇了不少。时钟指向4点，婆婆欲言又止，三婶讪讪地开口：“怎么还不做饭呀？等会连年夜饭都赶不上了。”婆婆见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着自己最近因为操劳家务导致腰酸背痛，怕是没有力气做年夜饭。这话里有话的，好像在点我啊。不过我装作听不见，专心逗我女儿玩。大嫂不服气地开口道：“林年娶媳妇不就是为了分担咱妈的辛苦吗？前几年都是我做，今年怎么着都得弟妹给我们露一手吧？”我连眼皮都没抬。周林年连忙解释我不会做饭。此话一出，直接引起群愤，纷纷来指责我作为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做，简直是失败至极。我没有吵，只是笑意盈盈地看向他们。我老公心疼我，所以从来不让我做饭。怎么，你们老公不心疼你们吗？一句话将他们噎了回去。婆婆见状，直接拿起围裙往我身上套，嘴里还说着：“男人在外打拼事业辛苦，我们女人就是要在家做好贤内助。”我默默地在心里吐槽：这不是大清王了吗？周林年怕我吃亏，连忙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毕竟大年30一直在打架也不好，看在他一直表现不错的份上，我还是装一回吧。婆婆推着我进厨房，笑着说：“这些都是他们2兄弟爱吃的海鲜，你一定要把泥沙处理干净了。”我看着早就准备好的海鲜，还带着泥土，内心了然。感情叫我来他家过年是为了当保姆啊？可是婚前，周林年就告诉过他，我对海鲜过敏，哪怕是碰到手都会起疹子。我没有动，只是死死地盯着婆婆。她有些心虚，但还是催促着我：“你还愣着干什么？大家都等着呢。”我继续戏谑地盯着她，她反而挺直了腰杆，一脸不屑地说道：“我知道你从小没妈教怎么做饭，我来教。”我原本毫无波澜的脸色终于有了一丝裂痕。我敢肯定，她就是故意的。婆婆面色大喜，一边上手推搡着我，一边絮絮叨叨说我没教养，在他们家就应该相夫教子。更甚至，她把海鲜塞在我的手里，我的手不可控制地起了红色的小疹子，身上宛如有密密麻麻的蚂蚁在爬。我阴沉着脸将海鲜摔在地上，她连忙心疼地骂我浪费粮食。我捏紧拳头，愤恨地看向她。自从他们知道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就一直拿这件事嘲讽我，现在更是不避讳放在明面上了。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爸妈和平离婚，2人给我的爱一点也没有少。我妈虽然满世界飞，但是在培养我身上很是舍得。婆婆有些心虚，咬牙切齿地说道：“怎么你还想打我不成？”我只觉得好笑，没想到还有找打的。不过我还是有原则的，抄起装海鲜的盆就重重地往地上摔。既然你找打，那我给你摔盆好了吧？铁盆摔在地上的声音引来客厅的亲戚们。婆婆见状，直接往地上一坐，掐了自己一把，边哭边诉说着她家门不幸，好不容易把儿子拉着大，赔光家底娶媳妇，控诉我和他动手。众人听闻，七嘴八舌地开始指责我。大嫂拽着我
大声地嚷嚷道：“你个小贱蹄子，竟然敢和妈动手！你要翻天不成？”小侄子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直接撞向我：“你个臭女人，不准欺负我奶奶！”瞬间，我感觉浑身都在冒冷汗，眼前一片眩晕，耳边还残留着婆婆夸她大孙子知道体谅奶奶的话。再次睁眼，我感觉周围都是浓浓的消毒水味。爸妈和周林年见我醒了，担心地围上来。我妈见我醒了，恨铁不成钢地指责周林年：“这就是你妈说的，把她当亲女儿来看是吧？”我妈向来强势，更何况周林年的工作看在我妈的面子上。她这么一说，周林年连忙道歉，一边说还一边保证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有些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爸见状，一脸愧疚地上前将水杯递给我。我妈收敛了火气，顺势坐在床边，一脸关切地告诉我怀孕的事。听到我妈这么说，我的心立马揪了起来。她立马补充：“孩子没事，只是我受到外部冲击，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我这才想起来在婆家发生的事。我抬眸看向周林年，他立马表态会给我一个交代，我却眯着眼，感觉不对劲。毕竟我和周林年早就商量好，只要一个孩子，就算是有夫妻生活也做了错事，怎么就怀孕了呢？算算时间，就是上个月的事情。正当我想得出神，门外的喧闹声将我拉回现实。周林年的大哥拽着他儿子的衣服来到我面前，狠狠地踹了一脚，命令他儿子和我道歉。大嫂在一旁心疼得直流眼泪，一个劲地说让我不要和小孩子计较。我妈在一旁做事，拿起手机：“那就和我的律师去谈吧，就算小孩子不懂事，你们大人也不懂事吗？”大哥的脸色难看到极点，抄起拖鞋就往他身上招呼。我知道他是做给我看的，毕竟真的要追究起来，小侄子就不只是受皮外伤这么简单了。小侄子哪怕被打也是忍着痛不和我道歉。久了，他抬起头恶狠狠地看着我：“你的孩子怎么没撞死了呢？都是你这个坏女人，害得我上不了好学校。”此话一出，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他，只有大嫂一脸心虚地捂住他的嘴。但我知道，小孩子就算人性本恶，也说不出这些话，那么必然是有人在背后教唆的。我妈听完直接炸了，对着大嫂就开炮：“原来这就是你们家的好教养啊！小小年纪就这么恶毒，还算计着别人的房子。”周林年和他大哥的脸色也漆黑如墨，大嫂直接暴跳如雷：“我儿子是周家的长孙，想要个学区房的名额怎么了？”我不明所以地看向周林年，周林年附在我耳边小声解释：“之前大嫂就在私下提过，被他一口否决了。”我的嘴角扬起嘲讽的弧度：“我没见过讨饭还站着要的。”此话一出，我爸妈都没忍住笑出声。婆婆面色不愉地说道：“结婚了都是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我大孙子要上本市最好的小学，你这个做婶婶的也不能这么小气。”我都快被气笑了，反唇珠击道：“你大方，几百万的学区房，说送就送。”我妈也挡在我面前，一脸严肃地说道：“那是我给我闺女的陪嫁，你们还惦记上了。”大嫂有些心虚，婆婆倒是继续说着：“结婚之后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周林年帮衬自己哥哥也正常。”这下就连周林年的大哥都闭嘴了，真不愧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听到有利可图也都不装了。我直接对着周林年提出，如果不处理好他一家人，就立马去民政局离婚。他这才慌了神，将周家人推出病房。我妈一脸心疼地安慰我，表示支持我任何决定。
我将今天在周家发生的事一一说给我妈听，她听完之后告诉我这件事她会去处理。我妈交代我爸好好照顾我，随后又风风火火地踩着高跟鞋离开了。周林年一脸疲惫地走进病房，我爸知道我们夫妻有话要说，以出去买东西为借口离开了病房。我低头哄着女儿，周林年在一旁欲言又止，琢磨许久，终于开口说道：“老婆，当年如果不是我大哥自愿放弃读大学的机会，我们也不会相遇，不是？我这个做弟弟的得知恩图报。”我低头冷笑，他大哥我知道，人很老实，但是成绩一塌糊涂，又因为犯错被退学，何来自愿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周林年见我不语，继续喋喋不休地说着，无非就是小侄子要上小学了，需要学区房的户口。我原本还躁动的心一点一点冰冷，没想到他是非不分到这个地步。我听得厌烦了，直接抬起头问道：“那我们的孩子呢？”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还想继续支支吾吾。我继续发问道：“我肚子里的孩子又是怎么回事？我们明明做了错事。”他的头越来越低，沉默不语，印证了我的想法。我的老公联合他的家人在算计我。我逼问道：“且不说这个房子是我妈给我的陪嫁，就算不是，我也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你为了帮扶你哥，竟然算计我！”我这句话像是触碰到他的逆鳞，他一下就炸毛了。你什么意思？你妈有钱又怎么样？就可以瞧不起我吗？这一刻，我浑身如同触电般，大脑一片空白。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他和他的家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否则他如果真的护着我，他的家人不会一而再再而三来找事。你以为你是公主吗？我受够你的坏脾气了。你也不想你的女儿和未出生的孩子就和你一样，在单亲家庭的环境下长大吧？说到这，我还没做出动作，我妈不知什么时候原路返回，快步冲上前去，甩了他一巴掌，命令身边的保镖把他扔出去。我感觉到手上有泪水，早已不知何时泪流满面。原来曾经最亲密的爱人，知道怎么往你心上扎刀子最痛。我妈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交代保镖寸步不离地守着我，随后告诉我会联系律师，让他们一家付出代价的。我耐耐的点头，内心一阵悲凉，只恨当初自己眼瞎，没有看出他的真实面目。或许他一直都在装好丈夫，只为了这一刻。接下来的时间，爸妈都陪在我身边，等到医生确定胎相稳固，才让我出院。不仅是爸妈，就连后妈、孙阿姨都来了。回到家后，我打开门，被面前的场景震惊到了。家里一片狼藉，还散发着一股不可言喻的骚臭味。走进客厅，茶几上和沙发上都汇集着明黄色的液体。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全部都被砸碎。我爸把我护在身后，想去卧室排查贵重物品有没有丢失。我走近一看，发现墙上贴满我的遗照，不知道是谁用口红在一旁写着：“生孩子没屁眼的臭婊子，有命生没命养。”我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干的，直接报警说有人入室盗窃。我妈阴沉着脸，看来还是对他们家太仁慈了。我不明所以，但是警察来得很快，对着被损坏的墙体一顿拍照，随后去物业查询外面的监控，得知监控坏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询问我最近有得罪什么人吗？我刚想说话，就被我妈打断了。我给你换的门锁是智能锁，你在手机上看看谁来过。我立马登录后台，调出监控，发现是周林年的小侄子带着一群小朋友闯进我家，所到之处都被破坏得彻底。
我直接一个电话打给周林年，把你侄子给我带过来解释清楚，然后我俩离婚。周林年一家倒是来得快，他的小侄子冲着做鬼脸，生孩子没屁眼，略，我气得脑壳子疼。孙阿姨的孙子怕得给了他一巴掌，你个坏人！大嫂想冲上来打他，孙阿姨连忙将他护在身后，用童言无忌做借口。末了，孙阿姨还朝我眨了眨眼，我瞬间就明白了她的意思。既然他们无耻说大人不能和小孩子计较，那就让他孙子替我动手。警察对周家人进行询问，他们倒是厚脸皮承认了是小侄子弄的，还扬言这个房子有周林年的一半，得到了周林年的同意。我简直要气笑了，直接掏出房产证递给警察看，并且说明无论是从房子还是装修都是我家出的钱。警察略微思索地点点头，他们还是用家务事的借口为自己开脱。最终因为小侄子是未成年，警察只能进行口头教育，就收队离开了。警察离开之后，婆婆和大嫂神采奕奕地朝我说道：你报警有什么用？我劝你最好乖乖地把房子给我让出来，否则我还来看谁先受不了。我爸妈面色阴沉，直接让保镖将他们一家给扔出去，包括周林年。我妈将满屋子地折损给拍照取证，随后联系开锁公司给我换了把锁。我爸和孙阿姨也是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毕竟碰上无赖就像沾上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过了很久，我妈核实完财产损失，将律师函给我过目，确定没问题，便让律师起诉周林年的大哥大嫂，子不教，父之过。但这远远不够，我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我回了我爸家，麻烦我爸和孙阿姨照顾女儿，毕竟这里是家属院，周林年再怎么闹也闯不进来，至少能保证女儿的人身安全。兴许是周家人收到法院的传票，周林年破天荒的好声好气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我能看在肚子里孩子的份上，不要和他们家人计较。我这才想起来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嗤笑着，他以为孩子可以困住我的手脚吗？不，我不会让孩子有这样的父亲。思此，我打电话给我妈，让她带我去医院打胎。她并没有阻止我，而是带着我在医院跑上跑下。等我从手术台下来的时候，她心疼地抱住我。我很庆幸，你爸把你养得很有主见。我手里拿着打胎的单子，嘴角噙着笑意。是的，虽然他们离婚，但是在教育我上保持高度的一致，万事都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我将这份报告单寄给周林年，同时我委托律师拟好离婚协议发给他。果不其然，周林年立马慌了神，在家属院门口蹲我：老婆，你怎么能把我们的孩子打掉呢？婆婆跟在一旁，面色倒是看不出来悲伤，只是不咸不淡地说道：既然孩子没了，我们家也不嫌弃你，好好过日子就是了。我淡定地阐述了我一定会让他净身出户的决心，随后转身走进家属院。周林年在我身后苦苦哀求不要离婚，婆婆大放厥词会让我净身出户。我觉得可笑，也觉得周林年可怜。结婚2年，我就已经看明白婆婆的真面目。她一直偏向大嫂的本质原因，就是因为偏心周林年的大哥，而周林年早就被迫成为一个福歌魔。我不想再让我的女儿也成为他的小侄子的血包了。在开庭之前，我找了私家侦探去调查周林年，他的工作是托了我妈的关系，所以查起来很简单。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给大哥找了份肥差，
二人在其中捞的油水更是不计其数。而周林年的小侄子在刚入学就一直欺负别的同学，但是由于大嫂不讲理，每次都用撒泼打滚给糊弄过去了。每次都是说小孩子之间的打闹，但他经常掀女孩子的裙子，甚至用电话手表偷拍老师的裙底卖给别人换钱，连老师都无可奈何。甚至他联合其他男孩子将他讨厌的同学摁在厕所里打，所以他在班上可以说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见状，我跟班上的家长一一联系，本以为会很困难，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一提出，那些家长纷纷应和，这样就好办许多了。虽然周林年的小侄子处于义务教育期间，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翌日，我来到周林年的小侄子的学校，班上的家长们纷纷堵在校长办公室，联合申请让他转学。校长还在安慰大家的情绪，班主任默默地暗示道：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学校里解决就好了，千万不要闹到教育局去。家长们很快就理解班主任的意思，浩浩荡荡准备去教育局。我看完这场闹剧，嘴角扬起嘲讽的弧度。既然周林年大哥一家这么想要我的学区房，那我就让小畜生彻底待不下去。不出我的意料，家长纷纷要求他转学，最终校方迫于压力让小畜生转学。周林年大嫂还想故技重施，但是被上面给压下来了。与此同时，时间来到了正式开庭的日子，周林年的大嫂抱着小畜生坐在被告席，而我身边坐着我妈为我高价请的金牌律师。金牌律师提供了小畜生破坏我的房屋的证据，以及房子产权和装修的流水单。法官一一看过，大嫂坐不住了，直接指着我的鼻子骂，翻来覆去就是觉得我故意讹他，觉得我斤斤计较。我双手环胸，没有说话。法官也看不下去，连声示意肃静。最终，因为我的证据充足，损失金额大，哪怕小畜生还是未成年，他的监护人也要照价赔偿。同时，因为他对我的诅咒，我还索要了精神损失费。离开法庭的时候，大嫂气愤填膺地想来找我理论，我只是挑衅地看向他，与其在这和我吵架，不如想想他该怎么上学才是。据我所知，小畜生转学之后还是死性不改，算是踢到铁板了。因为欺负女同学，被女同学的爸爸拽到没人的地方一顿揍，最终灰溜溜地回老家上学。不过我想，他被父母和奶奶这样溺爱，总是好不到哪里去，最终还是会被社会教育的。大嫂张牙舞爪地想上来挠我，我将处罚单甩在他的面前。我警告你，早点把钱还上，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罢，我转身离开，而我转手就把这段时间搜集到的周林年和他大哥受贿捞油水的证据交给他们的上级。最终他们被革职，同时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忙完这些，我收到周林年的消息，他约我在咖啡馆商量离婚的事情。我带上律师欣然赴约，只是还没等我进去，就看见他和他妈正坐在窗边。我以为他们又心里憋着坏，所以蹑手蹑脚地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周林年看起来一脸疲惫，他妈指着他的鼻子骂道：都是你找的好媳妇，害得你侄子声名狼藉，还害得你大哥被连累。你大哥大嫂要是离婚了，你就是罪魁祸首，你得养你小侄子。我微微挑眉，周林年低着头一言不发。他妈继续絮絮叨叨：我早就告诉你不要再生，培养你小侄子比什么都重要，你非不听我的，非要算计你老婆怀孕做什么？
话里话外都是在谴责他应该把所有的资源和重心放在他的小侄子身上。他妈越说越生气，边哭边用力打他，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周林年沉默许久，终于爆发，疼的一下站起来，红着眼问他妈：“所以你一直都在偏心大哥是吗？”他妈没想到他会爆发，直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大哥放弃读大学的机会，供他上大学多么不容易。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把你女儿的抚养权争取到了，其他的你要不要都随便你，但是学区房的产权必须要到。周林年一脸厌烦地看向他，然后呢，把学区房的名额给小侄子。他妈一脸得意的点头。我听不下去了，直接拿着离婚协议书走到他们面前。现在还肖想我的房子呢？周林年看到我满脸欣喜，我没有施舍一个眼神给他。他妈还在用孩子的抚养权威胁我，他生是我们周家的人，死是我们周家的鬼。你别想带走我孙女。我只觉得好笑，孩子是我的软肋，但绝不是他威胁我的筹码。我一脸凝重地看向周林年，如果你还是个男人，就把离婚协议书签了。他妈做事要打我，话里话外都是他孙子等着这个学区房的名额，还扬言要我补偿他大儿子的精神损失费。周林年听完，面色一寸一寸地冷下来，最终下定决心，飞速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我没有多和他们纠缠，拿起离婚协议书，通知他明天去民政局离婚，随后转身离开咖啡馆。我刚准备上车，周林年拦住了我，他一脸愧疚地看向我：“对不起，是我太听我妈的话了。”我轻笑一声，其实他不是太听他妈话了，从骨子里他就是个大男子主义，没有什么本事，却还想压我一头。他继续细数着对我的愧疚，他声称不是算计我，只是想要个儿子，不想被他大哥比下去，只是希望他妈能够多爱他一点。我有些不耐烦地挥手反问道：“所以你就要牺牲我，牺牲我们的女儿？”他拉住我的手腕，哀求我给他一个机会去弥补。我把他的手指一点一点掰开，古井无波地看向他：“周林年，我们从大学就在一起了，所以你知道刀子往哪扎最痛。我不是你喜欢打的那颗篮球，可以随你的心意滚向哪个方向，球不会流眼泪，我会流眼泪的。难听的话你已经说出来了，收不回去了。”我一字一顿说着，他眼底的期望一寸一寸冷掉，颓废地耷拉着头，闷声说他知道错了。我没有继续回应，只是开车离开。翌日，周林年准时到了民政局，我们按照程序和手续办理了离婚证，他净身出户，女儿的抚养权归我，债务也由他一人承担。我们准备分开的时候，他提出想和我拥抱一下，我笑着摇头：“不用了，你向前看吧。”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也看清了他妈妈偏心的真实面目，不再欺骗自己，麻痹自己，足矣。周林年的大哥大嫂一直赖着不还钱，被法院强制执行。听别人说，大嫂闹离婚，还要争取小畜生的抚养权，结果在争吵中，他失手将周林年他妈推下楼梯，虽然没有当场毙命，但是终身瘫痪。还听说周林年的大哥发现他儿子借高额网贷买游戏皮肤，一口气没上来，差点猝死。不过好在抢救过来了，这下大嫂连抚养权都不争取了，直接连夜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卷款逃跑。不过我毕竟作为周林年他妈的儿媳，非常孝顺地帮忙报了警，大嫂被抓捕归案，判了几年有期徒刑。不过周林年没有帮着还钱，
而是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女儿买了教育基金。我视若无睹，一边忙着工作，一边请保姆照顾女儿的起居。我会给她100%的爱，我希望她能在我爱的浇筑下健康快乐的成长，只做她想做的事，成为她想成为的人，培养她有健全的体魄，希望她能有随时从头再来的勇气，也希望她平安喜乐，不用为谁付出。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